晚上，一群暴风兵突然闯入了工人们的宿舍，他们上来就不由分说的开始抓人，所有的工人全都被强制叫醒后带了出去。见到这种状况，以西结等人是一脸的恐慌，搞不懂对方这是要做什么。很快，所有工人都被带着走向了风车，一些个别的人还被士兵强制押解着。等他们被带到风车下面后，一道强光亮起，照得人们睁不开眼睛。瞧这个架势，众人心里都隐隐感到了不安。There is a traitor in our midst. 说话的人正是这里的典狱长黄毛，大伙都疑惑地看着他，不明白他这是在说谁。Someone who thinks he's above the rules. This prisoner has admitted to spearheading a rebellion. 原来是倪老板，他竟然主动向黄毛承认了他就是那个策划逃跑的人。以西结说的对，做什么都弥补不了曾经的错误，所以他便想着自己来担下这件事。Any co-conspirators will be given the benefit of the doubt. I trust they were not acting of their own free will. So only he will be punished. But it's important that you're all here to see, to remember. 安妮哪能看着倪老板就这么死去？他赶忙挣脱开士兵，冲了上去。Hey. I love you. Get him on his knees. This is what happens when you forget your place. Take your position. 听到黄毛的命令，士兵们将倪老板按跪在了地上，打算将其击毙。安妮在后面歇斯底里的大声哀求着，可并没有任何用处。场上的所有人就这么看着，他们虽然也都心中不忍，可也不想连累自己，从而丢了性命。看着倪老板即将被枪杀，以西结这个刀子嘴眉头紧皱的担忧了起来，而倪老板却没有恐慌，直接是对着他笑了笑。可他这一笑不要紧，一旁的黄毛可不干了。There are no martyrs here. 黄毛要的是杀鸡儆猴，而不是上演一出慷慨赴死的戏码。愤怒的他直接一把将安妮给拉了出来。That wasn't our deal! Take me! You will feel this punishment. That is not what you said! 这时以西结才反应了过来，尼根是打算牺牲自己而保全他们所有人。Just me! 黄毛没有理睬他，尼根越是情绪激动，他就越开心。他要的就是这种效果，这样才能把恐惧的种子深深地种到其他人的心里。Ready. You have a family. Don't do this. Please. I said ready. Leave her. Take me. Just take me.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以西结再也忍不住了。尼根是为了保全所有人而牺牲自己，可他们却连怀有身孕的安妮都不放过。不再犹豫的他直接走了出去。也就是在这一刻，代表着他已经原谅了尼根。以西结张开双手站在了二人面前。很快马格纳和凯莉也站了出来，就连对倪老板不熟悉的公主和泰勒也看不下去了。渐渐的，越来越多的人受到影响，挡在了他们夫妇面前，这是对联邦泯灭人性的无声抗议。士兵们看到这一幕都有些动容了，其实他们也不想滥杀无辜，本以为黄毛会下令网开一面，可不曾想。 I admire your bravery, Bruce. Shoot them all. 这道命令就连士兵们都不敢置信，枪杀这么多无辜的人，他们的良心上都过不去，而其他人也是面面相觑。眼看着士兵们重新抬起了枪口，以西结一边带着大伙后退，一边坚定的大声说道 You don't have to do this. This world is broken, but we don't have to be. 他这简短的2句话说进了大伙的心里，更是说动了那个士兵。他真要开了枪，那么往后的余生，愧疚与罪恶会始终伴随着他，他将永远回不去了。而且自己的这位长官根本就是个冷血的刽子手，自己的弟弟病危都不允许他调岗回去见最后一面。他这异常的举动很快便被黄毛给发现了，直接是眼含杀意的望着他。这货见形势不对，赶忙劫持了离他较近的凯莉。就在黄毛打算挟持人质逃离此处时，2道身影从后面摸了过来，直接一刀便解决掉了黄毛。来人正是及时雨弩哥和康妮，他俩刚从下水道里翻上来，就看到了这一幕，于是果断的出了手。而与此同时，趁着大部分的士兵都在广场上，马基和卡罗尔快速的搜索着房子。很快他俩便隐约听到了赫谢尔的求救声，其中还夹杂着他人的呵斥。还好来得及时，自己这宝贝儿子没事，看样子只是受了一点惊吓。马基也是赶忙安抚着他。这时罗西塔赶了过来，他扫视了房间一圈，
并没有发现女儿可可的身影。在这之前，他也找遍了其他的房子。Was she with you? No, I don't know where she is. 听到这话，罗西塔的眼神变得凶狠起来。而在外边，黄毛还有一口气吊着。你老板刚打算用石头结果了他，就被一道声音给制止了。只见罗西塔一脸愤怒地走了过来。Where's my daughter? Where is she? 听到他的怒吼，黄毛只是笑了笑，看样子并不打算开口，气得罗西塔直接一拳打了上去。接着他有些无助地站起身，就在其绝望的时候，却看到一旁的士兵尸便站了起来。他赶忙过去，一把便将士兵给拖到了黄毛面前。Where the hell is she? I You heard will lose everything. 黄毛的惨叫声响彻整个亚历山大，所有人看着这一幕并不觉得残忍，反倒是觉得大快人心。第二天清晨，大部分的工人选择留在了亚历山大生活，因为回到联邦他们也是负债累累，只有一些有着家人的愿意跟随着罗西塔他们回联邦，去找帕梅拉那个女人算账。他们在泰勒的口中了解到，罗西塔的孩子还是个婴儿，很有可能会在联邦里面的福利机构等待着富人们收养。格蕾斯和 RJ 几个孩子都被留了下来，因为他们此行或许会有危险，但是朱迪斯却是要坚持跟他们一起，他也想为了未来而战斗，去实现格兰姆斯一家的信念。接着他们一行人便出发了，由于路途遥远，大伙干脆开着火车赶路。这一次回联邦，他们要和帕梅拉那个女人好好的算下账，让其丑陋的嘴脸彻底暴露在世人面前。而与此同时，尤金的案子也到了正式开庭的日子，由美子自然成为了他的辩护律师。帕梅拉这个女人坐在原告的位置上，声泪俱下地向众人讲述着自己失去儿子的悲惨遭遇。痛苦的她不断诉说着公子哥生前是多么的善良，自己这个当妈的没有保护好儿子。她这一番操作让人看上去是那么的情真意切，只是哭诉半天一个泪珠也没看到。Killed my boy. Objection, Your Honor. This murderer needs to pay. Objection! My son's life cannot be in vain. Your Honor, motion to strike these comments from the court records. Denied. Anything else for your witness? No, Your Honor. Your turn, Counselor. 这绝对是尤美子生平最难打的一个案子。一番较量下来，就连尤金都认为这位法官是倾向于米尔顿家族的，他们恐怕很难将其说服。可尤美子却告诉他，我们要说服的不是他，而是我们身后的这些联邦公民。尤金听他这么讲，不自觉地扭头朝后面看去。尤美子说的有道理，这些公民才是掌握着联邦舆论的人。深深看了一眼麦克斯后，尤金紧张的情绪缓和不少。接着，尤美子站在底层人民的角度，直接起身向帕梅拉问道：“请问州长大人是如何定义彩票的？”帕梅拉有些慌了，他没想到尤美子会把矛头指向彩票，稍稍思量下便表示彩票代表着机遇。可他话音刚落，后面的群众直接不淡定了，纷纷小声嘀咕了起来，神色皆是充满了鄙夷。尤美子见目的达到，便开口说道：“创始日那天大家都听到了广场上的录音，彩票中奖的人可都是您提前内定好的，还有你的儿子贬低所有的联邦公民，对此州长大人又作何解释呢？” Answer the question, Governor. That wasn't my son. 这话一出，就连陪审团都不淡定了，这不睁眼说瞎话吗？ I know my son's voice, and that wasn't him. The tape was altered. You actually expect us to believe that someone altered your son's voice? Not someone, Counselor. Your client. This enemy of the state. He admitted he played the tape. He admitted he caused chaos that day. Did he not? That was not my son. 见到帕梅拉这番操作，庭审一度陷入了僵持，法官也宣布了中场休息。不同的是，外界多了许多释放尤金的声音，他们都在抗议这件案子的不公。尤金听着外边那些声音，心中欣慰不已。他认为让所有人看清了这里的本质，自己就算是死了也是值得的。但尤美子却是不甘心，他认为仅仅做到这点还不够，他们还需要把士兵争取过来。如果士兵们不站在他们这边，那之前所做的一切都毫无意义，就算煽动群众起义也于事无补。尤金听他这么讲，心里也早就看开了。他深情地对麦克斯说道：“我知道这一天迟早都会到来，为此我并不感到害怕，因为我已经做好了准备。”说着说着，哽咽的他便低声啜泣起来。这时，尤美子想到了一个办法。他想让麦克斯说服墨瑟，因为联邦的许多脏事墨瑟也是知情人。如果他能站出来公开指证帕梅拉的腐败，那他们有信心能打赢这场官司。可麦克斯了解自己的哥哥，知道他是不会站出来反对米尔顿家族的，不然早在公主被抓的时候他就该站出来了。另外，墨瑟也下了命令不让他靠近安全部，自己根本就没机会与他沟通。听到这里，尤美子便打算去试试，毕竟现在也只有他能做这件事了。过了一会儿后，
等墨色回到自己的办公室时，便看到由美子早早的等在了这里。他开口劝说对方这个时间点不该来这里，马上就要再次开庭了。但由美子却自嘲的笑了笑，表示无所谓了，反正他们会输。接着他开始劝说墨色，表示你比任何人都清楚这里的光明与黑暗，尤金是什么样的你也知道。帕梅拉那个女人把这里搞得一团糟，我的朋友们全被她的人给带走了，包括公主。我不信你不在乎，你的妹妹也不信她的哥哥是个无情寡义的人。可对于她的请求，还是被墨色给拒绝了。其实他早就知道这里是个什么样的地方，就算他站出来指证帕梅拉，结果也不会改变什么。联邦就是信米尔顿的，我们改变不了这一点。这可把由美子气个够呛，直接愤恨的离去。